欢迎收看老挝新闻。今天是2025年6月25日星期三，佛历7月下15，万象小雨，24到32摄氏度。今天是佛日，提醒各位听众别忘礼佛，祝愿大家都能积功德、结善缘、得福报。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、股市收盘行情、黄金市场报价、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。首先来关注外汇。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，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417基普，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2基普，跌幅0.01%。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57.52基普，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4.77基普，涨幅0.73%。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965基普，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2基普，涨幅0.07%。再来关注股市行情。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，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1297.18点，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7.92点，涨幅1.4%，开盘1279.26点，最高1310.56点，最低1279.26点，成交量898600股，成交金额1148644500基普。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，收盘价1750基普，交易量559600股，其次是马哈腾和浦西开发。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，收盘价1750基普，交易额977331000基普，其次是马哈腾和浦西开发。接着关注黄金价格。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，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，每根售价是3575万基普，较上一次报价下跌25万基普，跌幅0.69%。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。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6月18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，柴油每升18920基普，普通汽油每升23490基普，95号汽油每升29410基普。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。1. 老挝政府召开2025年6月常务会议。6月24日，老挝政府在总理府召开6月常务会议，由总理宋塞西潘敦主持。会议为期1天半，议题包括总结6月政府重点工作及7月计划，评估上半年专项工作，并规划下半年重点，讨论国防、安全、外交及灾害应急等突出情况，审议燃油业务法令、2026到2035年经济社会发展10年战略及2045年愿景和公民数据库和身份证法令等草案。总理指出，当前国际形势紧张，特别是军事冲突可能导致全球经济波动和物价上涨，老挝易受影响。同时，国内洪涝灾害也造成损失。他强调要及早制定应对措施，并呼吁与会者结合实际情况深入讨论。2. 大湄公河次区域旅游产品展在琅勃拉邦举行。6月24日至27日，大湄公河次区域旅游产品展在琅勃拉邦普曼酒店举行。此次展览汇集了老挝、缅甸、柬埔寨、泰国、中国、越南等国家及老挝本土17家旅游企业，重点展示文化、自然和农业旅游产品。老挝文化旅游部旅游宣传司副司长普通达拉隆表示，展览旨在吸引更多游客，深化区域和国际旅游合作。他还指出，此次宣传重点是社区参与型生态旅游和雨季绿色旅游，强调老挝雨季独特的自然风光，当地生产活动和特色美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优势，并希望将绿色旅游理念推广至整个大湄公河次区域。3. 老挝啤酒公司举办经验交流活动。近期，老挝啤酒有限公司在其工会、妇联和青年团体3大群众组织的带领下，举办了一场经验交流活动。来自万象老挝啤酒厂、百事可乐厂和占巴塞省老挝啤酒厂的员工参与，旨在加强对公司运营方针、主要政策、团队协作的理解，并通过思想交流和经验分享，积极促进企业文化建设。
活动还包括植树，体现了公司对可持续环境保护的承诺，这符合其环境责任战略和零碳零浪费的愿景。4. 万象市塞塔提拉大道树木修剪引发社会关注。针对万象市塞塔提拉大道上树木修剪引发的社会关切，老挝木材加工专家端塔布阿纳翁于6月24日解释称，这是配合道路拓宽和排水沟建设的必要举措，旨在养护百年老树并确保交通安全。他表示，修剪可促使树木萌发新枝，并预防安全隐患。以往经验表明，修剪不会导致树木死亡。项目方计划在7月中旬紧急恢复树根，提供养分，并采用技术调整倾斜树木。塞塔提拉大道核心路段共有59棵树，其中12棵有倾倒风险。目前已完成80%的砍伐和50亿棵树的修剪工作，预计7月中旬至8月完成树根恢复，10月调整倾斜树木。5. 香科县永久停止一切形式的沙金开采许可。香科县政府于6月24日发布紧急命令，宣布永久停止全县范围内一切形式的沙金开采许可。命令要求各级部门、个人和企业严格遵守矿产法律法规，并强调若发现任何村庄存在非法沙金开采，该村庄的管理机构将依法承担责任。同时，相关部门将立即采取行动，检查、制止并处理所有非法开采、买卖及经营矿产资源的行为，对违规者将依法严惩。所有相关公司需自命令发布之日起将其开采设备撤离所有开采区域，此命令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并废止所有与此相悖的旧有规定。6. 沙湾拿吉一座桥梁通车仪式当天遭遇洪水淹没。6月24日，原定于沙湾拿吉省阿萨彭县威塞村码头举行的塞占蓬大桥通车仪式，却遭遇了突发洪水。尽管当天持续数小时的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并淹没了这座大桥，使其无法通行，但通车仪式仍按原计划顺利举行并圆满结束。据悉，在6月23日即通车仪式前一天，该地区的水位和桥梁通行情况均正常。然而，当晚突如其来的持续强降雨，最终导致了桥梁被洪水淹没。7. 老挝选手在马来西亚铁人2项赛中荣获亚军。6月22日于马来西亚举行的2025全球最大铁人2项赛中，老挝选手塔翁冯阿萨表现出色，在短距离经典组比赛中斩获亚军。此次赛事是马来西亚规模最大、世界顶尖的铁人2项赛之一，吸引了来自全球5000多名运动员参与。老挝此次共派出3名男子运动员参加短距离经典组的比赛，该组别共有2402名运动员参赛。最终，塔翁冯阿萨在短距离经典组的公开组比赛中获得第2名，第1名由印度尼西亚选手获得，第3名则是马来西亚选手。8. 万象市塞塔尼县发生盗窃案，15只鸡被盗。6月24日凌晨3点35分左右，一名男性窃贼在万象市塞塔尼县纳萨拉村盗窃了村民的15只鸡。警方向社会征集有关于此案嫌疑人的信息，若有知情人，请立即向警方报案，这将有助于警方逮捕嫌疑人，并依法处理，以防止其再次作案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，欢迎点赞、评论和订阅，我们明天见。